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这可不是一般的旅行，简直是一场史诗级的挑战。想象一下，100多万人浩浩荡荡的，像一条望不到头的巨龙，在酷热无边的沙漠里艰难的挪动，头顶是能把人烤焦的太阳，脚下是滚烫的沙子。饥饿和干渴就像是潜伏在暗处的野兽，随时都能扑上来。这时候一个问题会猛地撞进你的脑海：他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在茫茫无际的旷野里，谁能喂饱这上百万张嘴？谁又能止住这100万人似乎永远填不满的干口？更让人揪心的是，既然上帝用那么大的能力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救了出来，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整整一代人倒在旷野里，最终没能踏入那片上帝亲口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在那漫长的40年漂泊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你会发现，真相远比我们想的更复杂、更震撼，也更发人深省。首先，咱们得搞清楚这场迁徙的规模有多么惊人。圣经告诉我们，光是能走路的男人就有60万，这还不算女人和孩子。要是把所有人都算上，总人数很可能超过100万，甚至可能接近200万。这可不是一家一户的逃难，而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在为自由而战。为了让你感受更直观，咱们算笔账，如果这100多万人手拉手排成一队，队伍能绵延300多公里，这意味着什么？当队伍的最前面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队伍的末尾可能还在埃及，刚刚出发。而且这场大迁徙里不只有以色列人，圣经特别提到，还有很多闲杂人也跟着摩西走向应许之地。这些人里有埃及人、努比亚人、利比亚人，还有其他一些外族人。他们亲眼目睹了上帝降下的10灾神迹，被上帝的大能深深地震撼了，所以选择离开故乡，加入了以色列人的队伍。在圣经民数记里，我们能看到一幅无比精密的组织蓝图。上帝清清楚楚地指示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围绕着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心会幕安营扎寨。比如犹大、以撒迦和西布伦3个支派在东面，流便、西缅和迦得3个支派在南面。这种布局清晰有序，保证了无论安营还是行进，整个民族都能协调一致，井然有序。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旗帜，这可不是随便一块布，而是精心设计的象征符号，用特定的颜色和图案代表着各自的身份和使命，就像是现代军队的军徽。当拔营行进的命令发出时，后勤的运作简直是天衣无缝。犹大支派首先负责拆卸象征上帝同在的圣所，然后东面的支派率先出发，紧接着是南面的支派，他们还要负责排着神圣的器具，而西面和北面的支派则殿后，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整个行进的顺序清晰的不能再清晰，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职责。换到今天，要调动这么多人进行如此复杂的移动，我们可能需要直升机、GPS、无线电通讯等一系列高科技设备。可是在3000多年前，这一切仅仅通过白天吹响的号角、清晰可见的云柱，以及夜间引路的火柱等简单信号就完成了。在如此不宜居住的沙漠里，对100万人口实现这种近乎不可能的组织管理，无疑是一种远超人类想象的复杂策略。超过100万人的生权绝非偶然，这是一场由摩西领导，但更由上帝直接引导和指挥的协同行动。即便在混乱与困苦之中，上帝也为他的子民前行提供了必要的秩序和保障，确保他们能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迈向更美好的未来。不过有一个细节，许多人没有深入思考，这种史诗般的组织和旅程并非一蹴而就，不是一夜之间奇迹般出现的。它是由无数错误、苦难甚至死亡铺就的一条漫长而痛苦的学习之路的结果。有许多人在到达西奈山之前就已经无法承受穿越旷野的压力而倒在了路上，而这一切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要让上百万人在沙漠中活下来，光有良好的组织和规划是远远不够的。真相是，这完全是一场依赖于每日神迹的旅程。而这些看似不可能的神迹才刚刚拉开序幕。在旷野之中，民众的需求巨大，但资源却绝对匮乏。就拿最基本的水来说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2升水才能维持生命，现在把这个数字乘以100万，就意味着每天需要消耗200万升水。可他们所处的西奈半岛是一个雨水极其罕见，水井更是凤毛麟角的贫瘠之地，仿佛这个挑战还不够艰巨。就在他们渡过红海仅仅3天之后，随身携带的水就用完了，绝望的民众没有任何选择。圣经告诉我们，在连续走了几天都没见到水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叫马拉的地方。马拉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就是苦，果然他们在这里发现的是一潭无法饮用的苦水。绝望瞬间攫住了所有人的心，他们开始向摩西抱怨，我们喝什么呢？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第一个伟大的神迹发生了。上帝向摩西指示了一棵树，让他把树扔进水里，摩西完全照做了。当那段木头接触到苦涩的湖水时，水质立刻发生了改变，变成了甘甜可饮的水。就是这样一棵树，一个顺服的行动，原本如同毒药般的水，现在足以让上百万民众开怀畅饮。然而一个更持久、更令人称奇的神迹还在后面。当队伍走到利非定时，缺水危机再次爆发。圣经记载，在民众的怨声之中，上帝指示摩西用他的杖去击打一旁的磐石。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坚硬的岩石裂开，活水从中喷涌而出。这并非涓涓细流，而是足以满足整个民族和他们牲畜需求的滔滔江河。如果这还不够令人印象深刻，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提供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细节。那块磐石实际上随着他们在长达40年的旷野旅程中持续不断地为他们供应活水，解决了水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食物，圣经记录了上帝的应许，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除了安息日之外，每天清晨地面上都会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如同白霜的精细物质，这就是玛拿，那来自天上的食粮。圣经描述说，玛拿的味道好像掺了蜜的薄饼。这些曾经习惯了埃及丰富物产的民众，如今靠着这种奇迹般的食物为生。当然，那不仅仅是食物，它还附带了一套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每个人每天只能收取自己所需的分量，大约是每人1俄梅尔，绝对不能储存，因为如果将玛纳留到第2天，它就会生虫变臭，无法食用。只有在周五，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规则才会改变，因为安息日不可收取玛纳，所以在那一天民众需要收取双倍的分量。而奇妙的是，在周五收取的玛纳留到第2天并不会变坏。这实际上是历史上最高效、最神圣的配给制度，他每天都在教导百姓信靠与顺服。然而并非所有事情都如此完美，那些习惯了埃及奢华生活的民众开始抱怨。圣经记载，许多人开始哭嚎，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对肉食的渴望变得难以忍受。为了回应他们的抱怨，上帝确实送来了大量的鹌鹑，但那不是几只，而是铺天盖地的数量。圣经描绘了风如何将这些鸟从海上刮来，它们坠落在营地的周围，离地面约有1米高。民众冲出去捕捉整整1天1夜，甚至第2天一整天都在收集鹌鹑。那些贪心的人储存了大量的肉，但最引人深思的一幕发生在他们仍在享用这些肉食的时候。当他们口中的肉还在牙齿之间尚未嚼烂时，上帝降下了一场重大的灾定，击杀了那些因贪婪而收取过量的人。这是免费的水、面包和肉，全部由上帝在沙漠中央直接供应，但这一切都有规则。那些不尊重规则的人不仅错失了神迹的祝福，更要面临死亡的风险，因为在旷野中没有给悖逆者留下了空间。谈到悖逆，当男人们为食物抱怨不休时，女人们在做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男人们专注于困境和匮乏时，女人们在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的带领下，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渡过红海后，出于信心和喜悦，米利安带领所有妇女击鼓、跳舞、歌唱，为着上帝的拯救和所行的神迹献上感恩。米利安不仅仅是摩西的姐姐，
她本身就是一位女先知，一位拥有合法地位的领袖。事实上，她是当时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先知弥迦在圣经中将米利暗与摩西、亚伦并列，称他们是上帝拣选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向自由的3位领袖。这段充满神迹与挑战的故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信心的力量，也揭示了在逆境中领导力、顺服和信靠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尽管历经万般艰难却未曾失去希望，并因这位以超凡出人意表的方式彰显其同在的上帝所喂养而不断前行的民族。在旷野中行使领导权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体现在引领庞大民众的责任上，更体现在旅途中每一步都可能出现的对信心与顺服的持续考验上。在圣经民数记中记载了一段看似家庭闲话的小插曲，但其背后却揭示了一次几乎动摇摩西权威的颠覆企图。摩西的亲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因为摩西娶了一位古时女子为妻而公开批评他。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家庭纠纷，但事实远比这严重得多。在批评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权力挑战。他们发出的质问是：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直接削弱了摩西作为上帝唯一主要代言人的权威，并由此挑战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神圣秩序。上帝的回应是及时且严厉的。就在那一刻，米利暗全身长了大麻风，皮肤像雪一样白。在那个时代，这种疾病被视为来自上帝的重大惩罚。尽管亚伦同为罪魁祸首，却没有遭受同样的惩罚。这一点也引发了后世学者们的诸多猜测，为何上帝赦免了亚伦，却如此严厉地惩罚了米利暗？摩西出于他一贯的怜悯之心，为他的姐姐代求，恳求上帝医治他。然而上帝的回应是坚定的，米利暗必须被隔离在营外7天。这是一种严厉的惩罚，象征着巨大的公众羞辱，仿佛是上帝为了捍卫摩西的权威，而对这位女性领袖的声望与尊严的直接打击。但这个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或许是这个惩罚对整个民族所产生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整整100多万人的队伍，为了等待米利暗被重新接纳回群体而停止了所有的行程，在原地驻扎了7天。这充分揭示了米利暗在以色列人中所拥有的崇高威望和影响力。即使在受罚期间，他的存在和领导地位依然如此重要，以至于整个为之停顿。这是一种女性力量的彰显，其回响穿越了数代人。几十年后，旷野中又有其他女性脱颖而出。切洛菲哈的5个女儿成为了勇气和法律智慧的典范。圣经记载，这5位女性来到摩西、祭司以利亚撒、众首领以及全体会众面前，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同寻常的要求：继承他们父亲的产业权。他们的父亲死在了旷野，却没有留下男性子嗣。这5位女性的勇敢发声，不仅为自己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更在以色列的法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出在上帝的眼中男女皆有平等的价值与尊严。根据当时的律法传统，一个男人若无子而终，他的产业将会旁落归于其他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然而，切罗菲哈的这5姐妹却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她们勇敢地向摩西和众首领申辩：我们的父亲是死在旷野，他没有儿子。为什么因他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在那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这样的诉求无异于一场法律革命，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此前从未承认女性继承权的传统。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摩西也不确定该如何处理。于是他将此事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上帝的回答清晰而直接：谢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上帝不仅解决了他们的个案，更以此为契机，订立了一条全新的律法，为未来所有类似情况开创了先例。女儿同样拥有继承权。这一决定对于旷野中的女性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时代里极大地扩展了女性的权益，让我们看到上帝眼中男女平等的价值。
但旷野中女性的生活并非只关乎领导力或法律上的成就，它更是一场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挣扎。就像在收集上帝所赐的玛瑙时，圣经明确说，个人要按自己的饭量收取，收集玛瑙是每个人的责任。但女性在组织收集工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要确保家人能收取到足量的玛瑙，还要将玛瑙研磨烹饪，同时兼顾照看孩子的责任。旷野的日常生活本就极具挑战性，女性却常常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处理各种极端困难的状况。可她们面临的挑战还远不止后勤与生存，随着生育在以色列民中成为普遍现实，新的难题又随之而来。在那个没有医院、没有麻醉、没有任何现代医疗设施的旷野里，女性是如何应对分娩的？圣经没有详细记载这些分娩过程的具体细节，但仅仅是旷野中的人口在40年间持续增长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那些女性的坚韧，她们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将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孩子们在旷野中出生、成长、沉眠，最终塑造了以色列未来的下一代。这份孕育生命的勇气与坚持，是旷野中最动人的生命赞歌。除了实际生活的挣扎，女性在民族的宗教仪式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圣经提到，会幕门前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里记载的是妇女们捐献出自己的铜镜，用以建造会幕前的洗濯盆。在那个时代，镜子是珍贵的私人物品，承载着女性对自我、对生活的珍视。将如此宝贵的东西奉献给上帝的殿，是内心深处对上帝敬虔的体现。这一举动不仅揭示了女性在旷野属灵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彰显了她们为建造上帝之家所做贡献的价值，让我们看到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上帝的国度计划中。不过，正如任何庞大而多元的社区一样，并非所有旷野中的女性都参与了这样的牺牲或伸张正义的行为。有些女性也卷入了几乎导致以色列民族毁灭的丑闻之中，这些丑闻常常涉及对上帝的不忠和对律法的不敬，严重威胁着整个社区的稳定。超过100万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共同生活，需要极其严密的组织以及比任何军队都更加严格的律法来维系秩序。一旦道德防线崩塌，整个民族都可能陷入混乱。而维系这一切秩序的核心人物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也曾在日复一日的管理工作中感到疲惫不堪，濒临崩溃。他发现自己被海量的纠纷和问题淹没。圣经这样描述他典型的一天：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一条长的望不到头的队伍，从早到晚等待着与摩西对话，寻求他的裁决。邻里间的争端、商业上的纠纷、遗产的分配问题，甚至婚姻背叛的案件，所有这些都要由他来处理。这样的工作量足以压垮任何人。摩西当时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时，他的岳父叶特罗看到了他的困境，主动提供了一个既实用又高效的解决方案。叶特罗对摩西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是太政，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叶特罗建议摩西建立一个基于敬畏上帝、品格良好之人的等级化领导体系，让这些人负责审理较为简单的案件，更复杂的案件则逐级上报，最终才呈到摩西面前。圣经详细记录了叶特罗提议的结构：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管理百姓。这样的金字塔式指挥系统非常有效，简单的案件在底层就能得到解决，复杂的纠纷由更高级别的领导处理，只有最棘手的问题才会送到摩西面前。这个系统在整个40年的旷野旅程中一直稳定运作，甚至成为了影响后世法律体系的组织典范。后来摩西在挑选担当审判官和领袖的人时，也始终遵循着这样的标准。圣经记载：我就从你们各支派中选立了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人，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管理你们。他所选的不是靠选举上位的政客，也不是靠血统继承的贵族，而是那些因智慧、公正和深思熟虑的决策能力而被众人认可的人。
正是这些人的品格与能力，让他们足以胜任管理一个不断移动的民族的职责，化解途中产生的各种冲突。有趣的是，以色列民的军事结构与这种民事管理结构也极为相似。圣经提到，当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的时候，这里的首领就包括千夫长、百夫长等。也就是说，当以色列民需要备战时，这些平时处理民事纠纷的领袖会直接转变为军事指挥官。这反映出旷野中民事与军事生活的高度融合。毕竟在危机四伏的沙漠里，和平时期的秩序维护与战时的安全防御本就是一体两面。在这个管理体系中，利未人作为以色列支派中的特殊群体，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最熟悉的是他们的祭司职能。圣经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归我为圣，凡挨近我的都要圣洁，我也必圣洁。他们被上帝分别为圣，协助亚伦管理对上帝的敬拜，但他们的角色远不止于宗教仪式，他们还承担着宗教警察的职责，维护整个民族的信仰纯正与道德秩序。圣经进一步阐明了利未人和审判官的角色。你就要起身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去，到祭司利未人那里和当时的审判官那里求问他们，他们必指示你判语。涉及谋杀、权益纠纷或伤害等严重罪行的案件，都要提交给祭司利未人和审判官，他们一同拥有审判和判决的权利。无论是仪式性的违规还是形式性的犯罪，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当有人犯下亵渎神明的重罪时，利未人更要负责执行判决。圣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金牛犊事件发生后，摩西因百姓的悖逆，怒不可遏。他召集利未人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都到他那里聚集。摩西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邻舍。每天利未人照着摩西的话行，约有3000人被杀。这样的判决迅速无情且不容上诉，因为在旷野中没有监狱可以关押罪犯，对于严重罪行，惩罚几乎总是致命的，这是维护群体信仰与秩序的必要手段。圣经更是明确规定了亵渎罪的执行方式，把那咒骂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这是一种集体性、强制性的执行，整个社区都必须为判决负责，没有人可以声称无知或拒绝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这个司法过程的参与者，因为整个民族的信仰纯正与道德底线需要所有人共同守护。可有些罪行被认为极其严重，就连被石头打死都不足以作为惩罚。上帝会亲自施行审判。圣经记载的可拉党叛乱就是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上帝用裂开的地活活吞噬了250名反抗摩西和亚伦权威的人。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上帝公义的严厉。当他的权威受到公然挑战时，他绝不会袖手旁观。当时可拉是来自利未支派哥辖家族的人，他联合流便支派的大贪亚比兰、亚比了，聚集了250名以色列的首领，这些人都是会众中的有名人物，他们一同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他们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皆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争辩说，全体会众都是圣洁的，上帝也在众人中间，看不出摩西和亚伦有什么资格独占领导权。这场叛乱不仅仅是对摩西、亚伦个人权威的挑战，更是对上帝所设立的秩序的背叛，而上帝的审判也随之而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梳理这些故事时，会发现旷野中的以色列民不仅在学习信靠上帝的供应，更在学习顺服上帝所设立的律法与秩序。女性不仅在为生存挣扎，更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民族的建设与信仰的传承。领袖们不仅在应对日常的管理难题，更在学习谦卑的依靠上帝的智慧建立体系。这40年的旷野之旅从来不是一段漫无目的的漂流，而是上帝亲手塑造一个民族的过程。他用律法划定界限，用审判显明公义，用恩典供应所需。
最终要带领他的百姓成为彰显他荣耀的国度。而这些故事也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思考自己在人生旷野中该如何信靠上帝，顺服秩序，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